你怎么？我说过，我会在此处等夫人归来。还疼吗？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夫君脖子上的伤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的。夫君不问我今夜去哪儿了吗？夫人想说之时，自会告诉我。夫人难道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本来是有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谢谢。主上，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。那些刺客虽然着装相同，但是那些刺客虽然竭力隐藏身法，但看其刀法，像是军中之人。我查了他们的双手，老茧极为厚重。军营？去军中调查一下，近日可有亡故、失踪或告假之人，顺着这些线索查下去。是。哦，他的那个侍卫原来那天不是负气离开，而是快马加鞭赶去赶回，倒当真是个忠义之人啊。只是他去过江南故居之地，不知是否会回报给他对您不利的消息。你假死离开，不肯回宫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。我在苏州见过她，她是玄机阁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断不能让她离开。无妨。那日遇刺之后，我顺着线索查到顾家，便留下来探查。若当真玄机阁有鬼，如今的玄机阁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只是因为这样，顾家新丧的三少主顾朝夕，与我的面容极为相似。经过探查，他便是当年我们都以为死去的皇兄殷慈。怎么可能？新丧，他已经……难道当年的刺客真的是顾江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顾江、云穗，还有你的母妃涟漪，本就是同门。玄机阁更是你母妃和云穗共同创立。只是他们都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。涟漪嫁入宫中，你父皇当时并无实权。涟漪便利用玄机阁，为你父皇巩固地位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你父皇为了地位，还是娶了右相之女。后来，涟漪回天机门祭拜，途中不幸血刺。站住！别跑！三妹，来晚了。阿紫，让阿紫在那边，我去救救他。好。三妹。
等我赶到之时，只救回了襁褓中的你。我当时不停地寻找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，可辜负了她的嘱托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牌。自从顾江接手之后，如今的玄机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了。有人欲刺杀你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死去的那人真的是阴慈的话，那他的死必不简单。刚才那个女人牵扯其间，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切记得，莫要让顾家任何人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为今之计，并非是亡羊补牢，而是要查到杀害顾朝夕的真正幕后之人。只是，我们的人在顾府守了这么久，这次天字任务前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顾府。他们到底是如何接收任务消息的？我让你盯着的那人，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线索。有了今日的线索，想必你很快就会查到。去吧。是。现在想来，最先娄老板娘出事当晚，朝夕也在附近。可我隐约觉得，似乎有人一直想引我去查。如果这几起意外当真是玄机阁所为，看来有必要再谈一次玄机阁了。哎，今天怎么不见玄武大人？出任务去了，现在还叫玄武大人，等他回来，说不定得改口叫阁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夫人，夫君，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，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阁中养伤，怎么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夫君这般不避讳，就不怕我叫人来吗？夫人若是不怕人来，恐怕也不会穿这身行装。况且，我想夫人应该不舍得我被抓走吧？那也得看谁先拿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日在玄机阁的人是你。暗中帮助玄清的人，也是你。
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有人接手安哥，给我追！是。夫人可愿信我？夫君以何身份问我？我知夫君不愿相告，但我亦不希望无辜之人牵扯其中。若你是朝夕，是我当初带回投奔远近的书生，我便断不会将他交给你。但我探查过沈将军过往，沈将军一片赤胆忠心。若说朝中有人可解此局，我只信他。你若是以沈将军幕僚身份前来，便是我要问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若为夫人，万死不辞。玄机阁天子人物，历来行踪隐匿。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安阁。我检查过房间四处，没有安门，从外面看，也始终没有人进入或打开密匣。既然无法从外面拿走东西，说明机关还是在密匣之下。若这东西是从地下被人偷偷拿走，或许一切都可以说通了。打通这个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，而且还不被人察觉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起。早去。早回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逐梦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投入刀割我心扉。问我两尺眉，生而何罪？笑生佛显微，已无悔。此间悲，三千泪，为你醉。怎么约我来这里？这里人多眼杂。我托大哥找的人，可有消息？找到了，那几个乞丐偷了一户人家的东西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。我已经命人将他们好生安置了。不过，你找几个乞丐做什么？大哥常年走商，人脉广博，玄机阁都未找到的人，竟能被大哥找到。你约我出来，就为了这个？自然不是。这几个人，大哥可要好生保护。云崖寺的事情，我也为你洗脱嫌疑，将斋宴上盗走你香囊的人交给了官府。这些事情，让你那个下人来通报一声就好。为何约我来这里？玄清不是下人。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，今日你约我出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今日有杂耍团表演，逢年关将至，街道上
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听闻晚些会有打铁画表演，大哥可想和我一起看？那些都是四弟喜欢的东西。你约我来看烟火？三弟呢？这几日怎么没见到他？哎，那边打铁花快开始了，走走。哎，行，叫个好位置去。赶紧。大少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阳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，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归期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吗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
夫君此行可还顺利？我已将东西送到沈将军手中，相信不日内便会有好消息传回。夫君对幕后之人可有猜测？不急，夫人可以先收网。毕竟，卷轴牵扯出来的幕后之人，恐怕也并非主谋。哦。我离开的这几日，夫人过得可好？怎么我刚一回来，便看到这么一幕？夫君不是早已经猜到了吗？至于戏好不好，还不是得看夫君。大婚之日将近，夫君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在下身体羸弱，还是要仰仗夫人你的保护。夫人为何突然这么着急引蛇出洞？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已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享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我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洛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，与阁主大人有关。谢仙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，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。若你想看大铁花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夫人，早些回来。我去就回，夫君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无论这家主是否是幕后之人，你都暂且过了他这一关。我会在这扶风阁好好等你回来的。待我归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日。夫君，你可要好好做准备。嗯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、侮辱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
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去寻玄武了。本来还想和他商量下大风的细节，父亲怎么这个时候差他去办事？无妨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会告诉他，二姐来找过他。三弟也真是沉得住气。如果玄武当真完成了任务，必定会动摇于若准阁主的地位。难道三弟就不想为他做点什么？二姐觉得我该如何？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，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重要。而你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又凭什么只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对一切唾手可得？什么时候？只是小九泉。不，我怎会让你含笑九泉？这是比笑九泉毒性更烈，此毒无药可解，会让人浑身痛苦而亡的毒药。它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让你痛苦至极而亡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会回来？不管你活过来多少次，我能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得了第二次。第二次。是啊，从前那个，就是被我所杀。是你，狼坑。对，是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姐，这是给夫人的。啊！夫人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狼坑！我把他丢进狼坑，亲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。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回来？可惜，我本来就没走，就为了将你引出。你没中毒？自然。若是你有意悔改，那这杯中下的只是迷药，
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只是可惜，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将手足丢下狼坑，看着惨死。你在其后得知大哥也曾买凶，便动了清理杀手，将一切推向他的念头。只是可惜，你不知道他买凶时也曾被人看到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没想到你兜了这么大一圈，竟是想将这一切栽赃在我的身上。上！我身上的毒就是拜他所赐，你当真要护他至此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，温霜？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？2日前。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洛，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，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？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。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暴露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
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，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哪里不如他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华灯。 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你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。 为什么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在地一片真心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我要的是握在我手中的刀，而并非依附旁人的权势。玄机阁的天子任务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家主的毒，是不是你所下？你与顾玄武有何干系？我没有给父亲下毒。指使你做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？ 我如果不说，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忘不了我？天子任务一事，想必已见分晓。那个幕后之人，何总管，请吧。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，你究竟是谁？昨日锦衣金不淡，一朝风月梦云飞。忠心何处求申诉？冷眼旁观命已非，铁脸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，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为
可为。原来他将我支开，是为了把一切都嫁祸到我身上。你能亲眼看到他自食恶果，真是可惜。同是顾家人，就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哟，大哥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你买轩要刺杀三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好了，没想到一个宦官竟如此大胆，屡次假传天子卷轴，陷害忠良。如今他揽罪自缢，幕后之人恐怕很难再浮出水面了。大哥不必这般看着我，有话直说便是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你这是易柔？算是受沈将军之托，前来帮助顾家查清内患。如今局势，各位如何打算？是否需要我帮衬一二？如今情况复杂，既然这位官爷已经清楚我们顾家没有儿媳，还希望能够为我们证明。只是，这些都是顾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插手了。于洛。昨夜过后，我想了很久。从前，我总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却忽略了顾家这宅内的亲情。我原本以为，几个弟妹之中，温霜算是与我最为亲近之人，没想到却……你说的对，如今顾家已成了众矢之的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三弟和四弟都……从前是我太过狭隘，经历了这些，如今我只想将家产散去，多留江南的部分，带着大家远离这些是非。大哥觉得事已至此，即便牵制江南，顾家还能全身而退。可如今四弟和何总管都死了，我们如何找到幕后之人？若一日找不到幕后之人，那我们所有人岂不都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大哥可否还记得云崖寺下的那些猎户？云崖寺因大雨坍塌，众多商户前去募捐，但那场大雨同样祸及山脚的猎户。很多人清楚，也有很多人不清楚，但为其送去粮食、帮忙修缮房屋的人，却只有你。云崖寺的善是善，猎户村的善也是善，但区别在于，前者的善有利可图，后者的善自有心者。那也是我对大哥印象改观的开始。我对顾家来说仅是外人，但大哥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顾家既在风波中，便再难全身而退。一旦顾家退，那真相将再难浮出水面。未来会有更多人因此受难，那又怎是大哥希望看到的？但既然那人千方百计想夺取顾家与玄机阁，那我们便可请君入瓮，将一切终止在这里。我现在竟然觉得，顾家，不，即便是玄机阁，对你来说都并非成就，而是埋没。从前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该是取意沉鱼落雁，如今看来，该是西风林叶吹鱼落，飞过前滩看水流。你的谋略和才智都让我感叹，金鳞岂是池中物啊！他当真可信？若他就是谋划这一切的幕后之人呢？幕后之人，既能让何总管畏罪自尽，必定位高权重，
我心中隐有猜测。是谁？我一直在想，幕后之人如此了解顾家，定然与顾家人有所接触。再加上之前有很多尚未查明之事。大哥曾说过，为朝夕看诊的郎中，是大哥听取偶感风寒随意寻来的。那日你听取时，只有自己吗？听取那日我是和……看来，夫人对这幕后之人也有怀疑。夫君呢？明日大婚，大婚自然如期举行。夫人难道从未怀疑过，我就是那幕后之人？自然是怀疑过，但是你的几次舍生相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本是不愿意说这些的，但玄清的死，让我想明白，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从前我便想着，等到三弟娶妻，便为他与他的娘子良做喜服。只是可惜，三弟明明穿上，即便是你，也未能与心爱之人同穿。这件喜服很美，你喜欢便好。大哥，可想好了，出了这道门，便再无回头之路了。大哥与顾家上下，皆为天下百姓忧虑，放弃了全身而退的机会，余洛何敢推荐？该我们感谢你才是。有你是玄机阁之幸，亦是顾家之幸。等下，无论是顾家还是玄机阁，都定会全力护你。如此便多谢大哥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
别让新郎久等了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韵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。一拜天地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二拜高堂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等一下。何人敢在大婚之日闯我顾家？来人！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顾朝夕，我才是顾朝夕。是他，在城外围剿，并且将我丢入狼坑，甚至用剑毁了我的容。我知道此人狼子野心，却没想到他竟以此顶替了我的身份。被丢下狼坑，衙门那具尸骨难道也和顾家有关？他是怎么下来的？这家是真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三弟就站在这儿，将这个恶意扰乱大婚的人带下去。且慢，大哥，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你是三弟，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那日我与三少主原本
在等准三少主夫人回来。谁知三少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竟不听劝阻出了城。阁下何人？正是在下邀顾三公子一叙。上。就是他，劫持了三少主。为了救回三少主，我假死后跟在他们身后。我看见他毁了三少主的脸，将他丢入狼坑。如果不是我趁他们离开，及时救出了三少主，恐怕……只是没想到，此人竟心狠手辣至此，想以如此手段杀害三少主。这段时间，我几次命悬一线，支撑我挺过来的，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人祸乱顾家。想证明我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很简单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三少主身边，细节的问题，我一问大家便知。当真是你？小七自小就跟在三弟身边，我早就怀疑你有问题。如今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可惜只差一步，未能和夫人立场。你究竟是谁？来顾家又是为何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什么都不愿说。我无话可说。你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骗我，从醉仙楼开始，你刻意的接近我，我给了你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还是不愿意说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映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。